在日常拍摄过程中，我的拍摄节奏通常比较快，这样更容易捕捉一些偶发的精彩画面。但不好的地方在于，有时候人会陷入到一种紧绷和焦虑的拍摄状态中，总是在疯狂地寻找一些有视觉冲击力的画面，或者有故事的画面，像个疯子一样在街头一直走一直找。我变得不像个人，更像是个拍摄机器，在极力地生产更多自己想要的照片。日本摄影师森山大道将创作过程中的自己称为野狗，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他比较喜欢拍狗，比如这张照片很多人都比较熟悉。那更重要的，我觉得可能是和他的拍摄习惯有关。他曾这样描述自己的拍摄过程：我以前每天像一条狗在路上，到处排泄似的在街头各处拍摄照片。那按照这个说法，我就是机器狗。那如何摆脱这种紧绷和焦虑的拍摄方式呢？我的应对方法是这样子的：首先，享受拍摄过程，不执着于拍摄结果。那街头摄影甚至风光摄影这类拍摄方式呢，有很大的不确定性，可能一次拍摄完成以后，一张满意的作品都没有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倘若执着于得到一个结果，势必会产生极大的挫败感，打击拍摄积极性，久而久之甚至不愿意再拿起相机了，把每次出门拍摄变成一件轻松的事情，愉快的事情，抛去时间限制、地点限制、距离限制，甚至拍摄数量的限制，那样更容易坚持下去，久而久之也必然会拍到自己满意的作品。第二是养成随身携带相机的习惯，保持自己的拍摄习惯和拍摄频率，不需要特意抽出时间，确定好拍摄地点再去拍摄。每次出门都可以带上相机，遇到喜欢的场景就可以记录下来，让摄影变成生活的一部分，变成一个像吃饭喝水一样很自然的事情。那如果你手头上的相机太笨重，其实手机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，这样拍摄频率更高，也更容易产生更多的摄影想法。一个场景如果拍摄10次、拍摄100次，那总能拍到这个场景最佳的一个画面。第三，去熟悉的地方拍摄。熟悉的地方会让我们感觉更放松，也更容易举起相机进行拍摄。另外，有时候最熟悉的地方反而是最陌生的地方，我们很容易忽略掉一些东西。所谓灯下黑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。一个新开业的店铺，台阶上精心培育的盆栽，拐角处独特的光影，甚至是路边晒太阳吃零食的老人，这些平时很容易忽略掉的场景，有时候也可以产生独特的画面。人类学家项彪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，叫附近。他说，附近它是一个空间，在这里面有很多很细密的又很复杂的，看似好像不重要的，但其实很重要的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。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建立自己对世界的感知，越来越通过一些抽象的概念和原则，而不是通过自己对周边的感知来理解。如果一个人对身边的事情都讲不清楚，那他讲远方的事情肯定也讲不出什么意思来，因为他缺乏对人的经验进行洞察的能力。所以慢下来，去关注附近那些普通的东西，具体的东西，抛开对人物关系精彩画面的执着，
捕捉那些平淡的、看似一成不变的场景。终究，摄影只是一个表达方式，通过照片的内容表达一些想法，所以想法比内容更重要。建议屏幕前的朋友在闲暇之余可以去公园、去河边、去那些自己平日里异常熟悉以至于经常忽略的地方走一走、看一看，随手拍一些照片，很有可能就会有意外的收获。视频最后，感谢那些订阅我频道的朋友，祝大家生活愉快，再见。